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Dusty， 今天又是我们的这个终结者剧院媒体教学特辑。好，那今天呢，跟大家要讲的主题是在 Critical Reasoning， 也就是大家常讲的 CR 逻辑题里面，在题目里面，各位考生你要取得高分或者是突破低分最大的秘密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叫 Secrets in Questions。好，那我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知道什么叫做最大的秘密了，对不对？好，那请让我们看下一页。我们跟大家讲这个 question。并不是你所想象的整道题目。好，什么意思呢？好 ，Dusty 在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 Secrets in Question， 这个 question 指的其实是什么？我们所有的 CR 题里面的这个问句。好，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问句。事实上呢 ，Dusty 发现有80%以上的测验者，就是各位考生，你们都把问句看得太简单了。什么叫看得太简单？你们都只觉得说，我的问句只要我看到这个，比如说看到这种写 weaken， 那就是 weaken 题，就是削弱，对不对？只要我看到什么，只要我看到说，这个是，譬如说 strengthen， 就是 strengthen， 对不对？好，就是把题目过度化约成像是削弱、加强、解释这些最基本的概念。实际上呢，这样做不能说你完全错。的确，一开始在初学准备的时候，简单的划分可以有助于你快速掌握重点。但是，当我们今天要把分数往上提的时候，我们就要更进一步的看清楚问句。好，所以跟各位讲，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要让你看清楚问句里面到底藏什么东西。问句非常的重要。OK， 好，来，我们先来从一些简单的例子开始。4之1题这个地方 ，Indonesia has long been shadowed by its growing problem of drug abuse。印尼一直以来都被很严重的这个毒品滥用问题所困扰。To deter people from selling drugs, the country's National Narcotics Agency has suggested the punishment that drug dealers in Indonesia will be made to eat their own supply until they die. 好，那今天为了要去就是遏制人们去继续卖毒品，好，我们这个 deter 是遏阻的意思哈。那这个国家的缉毒委员会就开始提出一个方案，说好，你们这些毒贩被我抓到的话，我叫你们吃自己卖的毒品吃到死。好，那今天呢，我们来看这套题目问的是什么 ？Which following, if true, would most seriously question the proposal's effect to achieve its aim? To achieve its aim. OK， 好，来各位注意到这件事情。在这个句子里面，大部分80%的同学，我们刚刚讲的，你会把题目过度化约成这个题目不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 weaken 题吗？你讲对了一半。重点是什么？它在 weaken 什么东西，对不对？好，来，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句子，如果再更精细的去思考的话，它后面有讲它 weaken 的是这个计划对于达成目的所带来的效果，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请各位注意，我们要重视它的目的。这个计划想要达成什么目的？你可以发现，他想要达成的是遏阻人们去买毒品。OK， 好。好，那我们再看看，如果是另外一种辩题，万一你遇到辩题改了几个字，是处罚毒贩。你说 Dustin 这不是都很像吗？那我们来看有什么不一样哦。我们看的是3个选项。其中 A 选项，说印尼的毒贩都缺乏知识、缺乏教育，以至于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卖的毒品吃多了会吃死人，他们完全不知道。OK， 好，那 B 选项是什么？大部分在印尼卖的这些毒品其实是吃不死人的，对不对？好，你说 Dusty 这2个选项在我眼里看来都一样，可是各位，随着今天问句引导我们走向的是达成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到底是要吓人、要吓阻 deter， 还是我们的目的是要去报应 ？OK， 是要去报复、应报 ？OK， 这2个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今天要去吓阻人的话，重点不是你的刑罚最后有没有真的把人弄死，重点应该是这些人有没有因为你的刑罚而感到害怕，对不对？我们举个例子，今天假设我要让你吓到，我拿一把枪，这把枪如果是真枪，我真的能够把你杀死，指着你。但是你觉得它是假枪，你就不会被我吓到，对不对？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今天这把枪是假的，它其实无法把你杀死，里面根本没有子弹，但你以为里面有子弹是真枪，你会被吓到，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要达成吓阻的目的的话，重点不是他是不是真的能够把囚犯把这些毒贩杀死，而是什么？而是他们知不知道你这个刑罚可能会把他们杀死。所以在第一题里面 A 跟 B 里面，我们会选择的是 A 选项。反之，如果我们今天是要让他们对他们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代价的话，要 punish 的话，那今天他们知道或不知道，这其实没有关系，只要你做了错事，我们就要让你付出代价。所以这个时候，在下面这道题答案会是 B 选项。好，那你说 Dusty， 那有没有其他的变化型呢？很好，我帮各位准备了各种变化，来，我们来看一下。在第3题的地方，第3个比较的地方，文章里面我们把文章固定住，文章强调的是吓阻毒贩，对不对？但是这边我们来看3种问句，第一种就是我们刚刚的问句，我们重视的是刑罚有没有办法产生效果。第2种问句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它的问句主轴对同学来讲可能都觉得是一样的 ，question 质疑 ，doubt 怀疑，对不对 ？drawback 也是缺点，对不对？好，在大部分同学来讲，他们会认为这就是一模一样的题型，叫做 weaken 题。可是，在高分者的眼里来讲，这是3种完全不一样的题型，也有可能导出3种完全不一样的答案。让我们来看看，好，第2个句子，下列何者若为真，则可以严重的去怀疑 feasibility of this proposal。来，各位注意到，这个 feasibility 指的不是目的有没有达到，这个 feasibility 叫做可行性。可行性的意思是你能不能去执行你的手段，而非你能不能达成你的目的，也就是 put into practice。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联想的，就不是说能不能够处罚得到，应该说不好意思，应该说能不能够，就我们想的就不是能不能够吓阻，我们想的就是你到底能不能够去执行这个处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联想的是，包括你抓不到这些毒贩你抓不到，执行公权力不彰，
或者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你要让他们死掉，其实他们死不了，好，对不对？让他们死是你的手段，吓阻是你的目的。在第一个地方我们要达到目的，但是在第二个句子里面我们要去实行手段。好，我们重视是能否实行手段。那在第三个句子呢，下列何者若为真，则可以点出最根本的缺点。那是什么缺点呢？注意哦，是有关当局最在乎的缺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想，有关当局应该是政府，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如果是政府的话，是不是我们会更在意的，就不只是毒贩死了没有，或是有没有毒品问题有没有解决？那给我们看第三个选项，如果印尼成功解决毒品问题呢 ，GDP 可能会掉到1半。这个时候这个选项我们可能就会列入真正的考虑了，对不对？因为对政府来讲，比起这个毒品问题，可能我们真的经济发展也很重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 C 选项也会列入我们的考虑。好，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问句改了一点，或者是问句所关联的文章资讯改了一点，都会对我们的答案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再回来看一看，有没有发现以前的你其实并没有太重视这个 question 之外，它到底对什么东西进行质疑，对不对？或者是你也没有太重视说，到底文章里面是什么样的资讯？你把这些题目都当成是削弱2个字，那自然做题就会遇到很多的不确定，甚至你可能在看选项的时候会觉得这么2个选项，我觉得都行。那其实根本的问题不在选项，所以很多同学第2轮一直盯着选项是没有用的。你的第2轮筛选应该要回来重新解释你的命题是否定义有错。OK， 好，那我们来挑了一些中职的同学常常在作业因为中职的常常会去请大家每天固定练题，并且把练题的录音上传，由 Dusty 来去做批改，去解释他的思路。我们整理了一些中学同学常常犯的逻辑的问题，而且这是关于这个问句解读精细题目跟大家分享。好，那当然这个地方呢，我们等一下不会去讲所有的选项，为了我们这个影片的时间。但如果你有任何想就是知道这些题目的问题的话，你可以在下面的留言板就是留下讯息，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像这个题目，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意思。他说有一间公司，它在某个地方有很多的农场 ，OK， 那农场呢很需要灌溉。现在呢，我们今天有一个计划是想要提升这整个农场的产量。所有农场的产量，那我们打算要去挖一个什么？我们打算要去挖一个就是池塘，里面呢放上什么？放上咸水那这个咸水可以拿来养鱼，对不对？那这个养鱼的水可以拿来灌溉，然后呢，这个池塘它里面的植坯也可以帮助我们降温，对吧？好，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农场主，他希望能够挖池塘、养鱼、灌溉、降温，这样的好，那现在的问题在于，到底我们要怎么去选呢？重点在先不要想怎么去选，重点先想要怎么去解读这个问句。大部分的考生在解读这个问句的时候，可能只觉得反正就是 strongly suggest， 应该是后面又没有什么否定字，那应该是加强，对不对？这时候就开始去花你的思考时间去想一些套路，什么有因有果、无因无果这些东西。但是请各位记住，重点先把这个句子完整的看清楚。我们做 CR 的时候，我们在这跟题目对话。当你在跟对方对话的时候，你总要把他的问句听清楚，才不会答非所问嘛，对吧？我们先注意到第一个重点，他加强的不是只有目的能达到。他的目的是想要达到整体农场效率的提高，没有错。但他不是只有讲我想要看到目的达成，他是希望这个方案能够有助于他的目的达成。这2个什么差别呢？来，各位，如果我们今天只是讲说，我们把这个方案拿掉，我们只是讲说 ，OK， 好，这个是一个 suggest， 就是我们这边写 supporting explanation 好了 ，OK， 好，我们写 supporting explanation that the overall efficiency will be increased， will be increased。没有说是谁去 increase 它，但就是说我们整体的这个农场效率增加了。好，这个时候意思就是这一位作者他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只要我们最后能看到目的达成就行了。这个时候我们的预想方向可以跟这个方法无关，也就是你可以说，今年刚好天气非常好，所以农场的这个植物长得非常好，效率提升了。或者是你也可以说，今年刚好他们也换了不同的种子，不同的品种，基改品种效率提高了。这样的一些因素，如果今天问句问的是我们的目的能不能达到的话，完全 OK， 因为你不需要跟方案产生关联。但是回来看，如果我们的问句问的是方案能不能够去达成目的，那你刚刚讲的基改种子你刚刚讲天气变好那些因素都跟你所要挖池塘这个方案是没有关联，你挖不挖池塘这些东西都会出现，那这就不能是答案。OK， 好，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对不对？我们再去观察，还有什么不能是答案？有的同学会说，Dustin， 我觉得这个池塘我们挖不下去，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或者是我们觉得这个鱼养不起来，对不对？鱼养不起来，这些东西都不能是答案。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已经预设了，有没有看到这个细节？预设了这个计划是能够被做下去的。我们不讨论是否能实行的问题，我们要想的是，池塘挖好了之后，养鱼养成功之后，应该就是鱼养进去之后，能够灌溉了。那至于灌溉之后能不能让整体的效率提升？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在同学在做题目的时候呢，我们先观察一下哪些东西是会被我们因为刚刚的这些细节排除的。像比如说，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只管能不能够提升效率，我们不管到底最后你的农场是不是能获利，对不对？所以 B 选项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问句所考虑的范围之外。如果问句改了一下，变成我们能够 increase 什么 increase profit 的话，那我们 B 选项可能就可以考虑了。因为产量的话，只要能产出来就好。生产力只要能产出来就好，我们不在乎能卖多少钱，对不对？好，来，那再来，我们再观察一下，有某个选项，
D 选项说什么 ？D 选项说今天政府会帮你贷款来帮你做这件事情。可是我们不去讨论能不能实行，对不对？我们第一个我们不讨论能不能最后得到尽力。第二个，你可能会说到那没有人给我这个钱，我做不了。有人给我这个钱，我不是更做得了吗？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是预设你已经做了，所以D 选项也会在我们的问句考虑范围之外。OK， 好，你会发现过去你可能曾经犹豫的选项，在这个地方你就不再犹豫了，对吧？好，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正确选项还在我们刚考虑的那一段。当你做下去之后，真的挖好池塘养好鱼，拿出来灌溉之后，你的灌溉的水到底能不能够帮助你最后的产量提升？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水是蛮营养的，对不对？它可以帮助我们的植物长得更好，生肥这样子。好，来，各位可以发现同一道题目被到整个解析可以变得如此的精细。好，那这个东西同学要好好学习哦，因为唯有精细才能帮助你在后面看选项的时候节省更多时间。同理，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下列何者若为真，则可以给出支持。同学可能看到这边就想要赶快去看选项了，对不对？不要急，我们来看是什么支持。支持这个交通局的期望什么？期望能够降低这个地铁系统的营运赤字。好，首先我们先注意到，第一个，他的期望是能够有这件事情发生，但他一定要方案出来吗？没有一定要方案出来，对不对？这跟我们刚刚那道题就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刚刚那道题是说方案能够去达到目的，这道题并不是，它只要看目的达到。所以我们等一下如果出现一些因素是跟你的方案没有关系，但它也注意达到目的的话，我们也可以去考虑，对吧？第二个，注意到他讲的是营运赤字，换句话说非营运的，比如说你今天处分你的这个就是资产土地，结果产生的亏损，那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文章哦。尽管这个地铁系统它目前营运是在赤字营运的，就亏损营运的，但是呢，我们未来会去减少，会去就是降低我们的票价。那地铁系统它预测这个交通局预测说，降低的票价可以带来10%的这个乘客数量的增长。那而且我们也认为说，从这个乘客增长所带来的额外的收入，可以去贴补去抵消掉我们票价降低所带来的损失。所以我们最后认为，这样子可以怎么样？未来明年我们可以把这个赤字减低。好，那你可以发现他们用的方案叫做降低票价，对不对？好，如果今天倘若这道题目问的是这个方案能不能达成目的的话，那我们等一下想的因素都必须要跟这个方案产生关联。比如说，因为你这个方案所以导致了可能就是你需要更多的营运的成本，对不对？比如说今天你需要更多的钱来维护，你需要更多的车子来营运，对吧？那这个就是因你方案而起的对这种赤字的影响。但是这道题问的不是什么？问的不是方案能不能达成目的，而是问说目的能不能达成。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些跟这个目的没有直接相关的因素，比如说，这个今年呢，刚好没有什么额外的，就是比如说其他的营运支出减少，不一定是你的方案所带来的营运支出减少也可以。OK， 好，那当然这道题目它最后的答案，好，各位可以看到是D选项，说这个地铁系统，因为我们要支持嘛，地铁系统可以不用去加班加点，不用去应该说不用去增加班次，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去应付因为你这个方案而来的客流，对吧？增加的客流，如果要加班的话，不就等于说我们要多花成本了嘛，对不对？他这边说我们不需要多花成本，对不对？好，所以他当然是很正常的加强，同学应该都会做对。好，不过我要提醒，在这道题目里面，它其实没有那么严格，所以呢，如果真的有什么 F 选项，讲的是在这段时间之内怎么样呢？有其他的有利因素，比如说其他的成本减少，只要这个成本算是你营运成本的一部分，就算这个成本不是因为你的这个方案而起的话 ，OK，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列入考虑之内。好。来，我们再来看看下一道题目。好，我们可以看到这道题它讲的是说，公部门他们常常很没有，就是很不会盈利，对不对？然后呢，又变成纳税人的负担，对吧？那这样的一种企业，我们其实应该赶快把它私有化，把市场就是我们直接把它民营化，我们台湾叫民营化，然后呢，民营化的这个竞争会让他们要么就是你给我皮绷紧一点，变得更有效率一点，变得更赚钱一点，要么就是怎么样，给我倒闭，关门大吉，对吧？好，那今天呢，各位可以看到这个题目的问句，它并不是要你去攻击结论这么简单，对吧？也不是让你攻击能不能达成目的。你可以发现它的问句其实比较模糊了，各位有发现吗？它的问句讲的是这个方案的缺失。OK， 好，通常看到这种方案的缺失，我都会建议同学想得广一点。你要做一个方案达成目的的时候，你觉得有哪些点你是不喜欢的？我们可以列出3个点。第一个，一开始我到底要怎么做嘛？如何实行，对不对？就是我们常讲的 feasibility。OK，how to put it into practical。如果你今天想了一个非常棒的方案，但是你的启动成本很高，你需要的技术没有到位，那你无法实行这个方案，永远都在你脑子里面转嘛，对不对？对吧？好，所以第一个会不会窒碍哪一些？好，比如说民营化的过程遇到很多的阻碍。OK， 好，那第二个，就算你实行之后能不能达到目的，对不对？对吧？就算你的方案很好实行，但是如果你没达到目的的话，那其实你的方案就是一个浪费，就是一个白搭，对不对？这第二个当然我们是最熟悉的达到目的。第3个是什么？第3个就是就算我实行了也达到目的了，但是会不会有一些我们不喜欢的副作用，对吧？比如说我们牺牲了别的东西，我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牺牲了别的东西。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这道题目我们可以往3个方向去想。当然第一个，可能今天民营化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成本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会遭受到很大的阻力，对不对？第二个，可能民营化最后我们怎么样都还是无法赚钱，无法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对不对？第3个，
就算今天我们能够赚钱，好，但是能够效率提升，但是呢，我们却失去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叫副作用，对不对？好，那各位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这道题目好的 C 选项，它就是对照我们的想法。什么想法？他说 ，The service provided by many public sector companies must be made available to citizens, even when the price that hovers cost cannot be charged。如果我们民营化 ，OK， 好，为了要达到获利，好，为了要获利 ，OK， 结果怎么样呢？因为他这个句子讲的是说，我们今天应该要把这些东西让所有的公民都能用，就算今天我们用的价格是亏本的价格，我们也要做到这件事。那你会发现，如果换句话说，如果今天你想要盈利的话，你可能就要 charge 一个公民无法负担的价钱，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有发现，你就会势必牺牲到公民的权利。所以这就是什么？我们说的，你为了要达到目的，结果你产生的副作用。那这个副作用也在我们的 fraud 里面。反之，如果今天这道题目问的是能不能够达到目的，能不能够赚钱的话，那 C 选项就一定不是我们的缺点。你牺牲的人民又怎么样？你能赚钱就好了，对不对？这样的概念。好，那你可以看到，同一时间我们发现都选项的部分，说什么？说，在接管之后，有一些私人企业在接管之后，它变得赚钱了。好，的确很好，但问题是，我们文章里面讲的方案叫做公营企业民营化，不是私营企业收归国有化。所以你讲的是很好，但是呢，你没有对到我们要评估的这个文章中的方案，所以它就是没有对到我们的问句。OK， 好，这是常见的混淆选项。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题。好，我们可以看到它这篇文章分了3小部分，对不对？第一个，有人说他一直用违法木材，但是呢，反而他们其实有一套验证机制，这套验证机制就是有请专业人士，专业人士来去检查文件。然后呢，来去做就是突击抽查、突击检查，来确定这些木材都是合法，对不对？那所以呢，最后反而认为他们的木材是合法，这件事情是有经过证实的。好，如果考生看这个问句的时候只注意到这个 undermine 的话，他这时候可能会心里面思考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这个验证机制是否有问题？第二件事情，就算你的验证机制是对的，你的验证机制没有问题，那是不是只有一个验证机制太少了？我们是不是想要看到更多的证据？你没有双重验证，对不对？是不是有其他的证据产生矛盾？OK， 好，也就是第二机制，第二的证据。好，所以有些考生会想说，Dusty 是不是我等一下去找到另外一个新的机制来去验证，发现结果是反的，我就可以去削弱它？这样的想法完全错误。怎么说呢？我们来仔细看一下问句就知道。问句问的不是要削弱结论，可以注意到 undermine 的这个受词，它不是重点，不是放 undermine 的 plan。如果问的是削弱结论的话，我们可以拿出相反的证据，对不对？直接说，你看我这边有一个跟你不一样的机制，我验证出来是相反的结果，所以代表你的结论不会成立。但是你可以看它的 undermine 的是文章里面所提到的对他最后的这个结论所提供的这个验证。那我们看他最后说他的结论被验证了，被谁验证？应该是前面的这个什么机制的验证。换句话说，这道题目它只有要你去问这个机制的问题在哪里，你不能跟我讲你机制没有问题，但是我拿另外一个机制来看，不行。所以我们只能去想这个机制的问题在哪里。所以这个机制就是请人来抽查嘛。所以第一个你请的人有没有问题，对不对？第二个你的抽查，你这个抽查是不是有代表性，对不对？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道题目，我们最后会 focus 的只有2个点，第一个是什么？一个是 A 选项，一个是 do 选项。一个是我们怀疑他的人有问题，另外一个是我们怀疑他的抽查没有代表性，对不对？但各位可以看到最后 A 选项只是讲1/3的人从外部来请，2/2从内部来请，对不对？可是你在内部不一定代表你会作假，对吧？你不能说一个人在内部他就一定不公正。但是 do 选项它只有去抽查10%，我们可以确定这个东西是缺乏全体的代表性，这个就跟逻辑上更直接，所以答案选的是 D 选项。好，相信经过今天的题目之后，各位同学应该已经可以很清楚的理解，到底什么才是阻碍你做题进步的最大的困扰。OK， 好，其实最大的困扰，我相信各位同学应该知道，就是你并没有去仔细的阅读问句，你只是把问句还原成一个基本的态度，但实际上就算是 weaken， 你的 weaken 方案还是你在 weaken 目的，还是你在 weaken 有其他的缺点，或者 weaken 实行性，这些东西差别可大了。我们刚示范了各种不同的变化，对不对？希望各位同学可以好好留意。好，当然关于 Dustin 完整的做题流程，各位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YouTube 上面影片这个小卡可以看得到，也欢迎各位前去阅读，就是学习这个完整做题流程，并且把它套用在你平常做题上面。同学反映说这个流程改善了非常多他们以前 CR 困惑或者是卡住的问题，也改善了他们的准确率的速度。OK， 好，那最后也希望各位如果你想学习更多的话，欢迎造访我们的新网站 GMATterMentor的 site。OK， 这是我们终结者最新课程的网站。那在这个网站里，我们会分享更多的测验，分享更多的作业，以及我们的课程，还有更多的讨论区的资讯。OK， 希望各位能够就是常来看看。那最后提醒各位一件事，做 CR 其实你不需要那么多的套路，把问句读懂最重要，因为你不是一个考生，不用那么去急着看选项，你是一位顾问。作为顾问，你必须要先倾听你客户的问题，才能够给出最好的方案、最好的解答，对不对？好，所以这个跟考生共勉之。好，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分享的，在题目不对，在问句里面所隐含的最大的秘密。好，那我是 Dusty， 我们就下次见喽，下次跟大家分享更多，我们下次见，拜拜。